来了啊，这期更是重量级啊。这期是最后一期古坦拉克斯的视频了。这两天古坦拉克斯比较热门，然后公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2-1古坦英雄，然后大天使的散件高于饮血剑，3-1搜出二星拉克斯，然后前排差不多少就行。装备最好有饮血大天使，然后这样你3阶段能保证血量。这里列举的过渡装备是给拉克斯带的。然后做完这些，你就可以等待4-1了，全程都不用地牌，嫖大牌自带留就行了。到了4-1这里搜15块钱左右，然后一般来说都能出2张拉克斯，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做出完美装备了。然后4-2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手上至少应该有5张拉克斯。然后如果外边拉克斯的数量特别多的话，那刷到大月光、小月光你就要直接拿了。然后如果刷不到月光怎么办？那就只能搜3星，但是4阶段搜3星拉克斯是要比你3阶段搜3星拉克斯要简单很多的。就你不要拉等级的时候，你在5级搜4阶段，在5级搜3星拉克斯，基本上30块钱左右吧，搜4张差不多就能搜出来。如果要是你要在3阶段搜的话，你可能得花50到60块钱才能搜出来3星，就是搜到4-5张拉克斯吧。所以我还是推荐你们4阶段开始搜啊，这就是公式的一个变化嘛。然后如果你这里拉克斯的数量大于6了，那你就要拿荆棘或者战力了，因为你剩下2张是很好搜的，除非是外边特别那种很极端的情况，你正常来说都是要拿荆棘战力了。如果拉克斯数量大于6的话，到了4-5，这里及格线经济要大于120块，然后血量大于40，你完成这个指标基本上就是必定前2了。然后变异的话，选法师护甲和根深蒂固都可以啊，谁来用谁别纠结。怎么说呢？法师护甲和根深蒂固这2个你选了任意一个，你都已经进前2了。然后你决赛能不能吃鸡，就是跟你这个变异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就是你其实最后还是看你整体质量嘛。所以在我看来，法师护甲和根深蒂固区别不大，基本上。然后5阶段的话，就根据你剩余装备选择你的最终阵容就行了。比如你剩余的一些物理装备，那你可能就是杰斯、金克斯来打副 C。如果你是法系装备，有可能就是佐伊、妖姬和蚂蚱。然后完成这些，你就直接冲9级就行了。然后观察对手，然后卡住你认为最强的对手的上线牌，就是你卡住你最难打的那个人的需要的核心牌吧。然后以上阶段都完成了，就恭喜你前2了。然后这里说一下多加孤胆同行怎么办啊？首先第一种就是转阵容，就你直接诺了，服了，直接就开始玩厄亚特了。但是厄亚特刚需渴望能量，然后吸血鬼刚需法师护甲，你这2个你要刷不到就跟死人没区别啊。所以说我还是建议你不要选第一种，第一种属于下策啊。然后中策是赌月光，就你无视孤胆正常玩，然后你就备战期留一张拉克斯就行了，然后拉克斯装备散件稍微留一下，就是别合的那么快，你稍微做几个吧，然后别合那么快就行。然后你等你4-2的时候刷出月光，直接抢完牌，几乎就把那1费卡全卖，然后只上拉克斯，就上个拉克斯装备一给就完事儿，直接变阵了。这种就是赌月光啊，就是你可以硬顶着好几家同行，你要刷出月光就能硬顶着好几家同行玩。而且你这么玩，相对你还更厉害的，因为他们都个5级5级咔咔搁那地牌，然后就上不去等级了，然后最后的干地递不出来，然后你跟他8级直接刷个月光，直接秒变一个那什么拉克斯出来，那都玩的爽透了都得。然后还得把他们全给耗死，而且你的血量相对来说应该是比他们要高一点的。然后第3种就是急眼了，直接就化身恶魔了，直接玩大嘴刷千刀斩，然后这样这2家拉克斯稳定是你2个垫子。这种就是属于是玩阴的了，属于是有点啊，属于歪门邪道了有点。哈哈哈。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孤胆厄亚特和吸血鬼吧。然后厄亚特就是万豪和厄亚特追3星，然后其他全1星就行了，就是其他的要死的越快越好啊，因为你要让这个水银不要浪费这个水银的时间。然后厄亚特的神装就是那个无尽那个石像鬼，然后水银，然后万豪就2个狂徒和一个杀人剑，就是完美神装嘛。然后正常就万豪只能带狂徒杀人剑正义这种。然后说一下吸血鬼吧，吸血鬼这个有点难玩，说实话啊，就是强行条件很苛刻。你需要控制你这个孤胆触发时间在15秒左右，然后这样的话你前排的质量就比拉克斯更难把控，因为他是不能进加时赛的，吸血鬼进加时赛很弱很弱，他没有拉克斯进加时赛那种依然有统治力，然后吸血鬼进加时赛就感觉就是哎呀就废一半了属于是，所以说你还是要最好在加时赛之前把他们前排全给过掉，
所以你的前排就是不能太轴，你就接轨追3之后，你剩下的就随便追个2星就完事儿了。你盖伦什么有可能都不需要2星了。然后这种，大概这2个，反正大概就这些。接下来隆重登场的是弑神小组啊，反拉克斯同盟属于是。然后最高领导人就是莫甘娜嘛，毋庸置疑，技能能削拉克斯一半的护盾。然后骨干级别的那就是枯萎宝珠了，第一，直接魔抗给你砍到0，叠都叠不上来。然后还有完美裂心病毒的话，就是能给你拉克斯的伤害削到负100%，就相当于一点伤都打不出来。然后千刀斩也是，还有那个毒素倾泻也是比较克制的。然后说一下精锐级别的，那就是8搏击、6搏击，还有这种坦克克星的兰博，就是赢面5-5开吧，就是有机会赢。然后科员的话，就是能在拉克斯阵容没大成之前，就是虐一波拉克斯，有机会赢。但是你成型之后，基本上就很难赢了，属于是这种啊。然后就是拉克斯这边了，拉克斯阵营的最高宗旨就是拿下莫甘娜嘛，把莫甘娜杀了，基本上大部分阵容都打不了拉克斯了。然后说一下这个干将啊，第一干将就是史密提啊，这属于是大招级别的了，只能用1次，然后就是一般都是在决赛圈用，趁他没反应过来，上个2星史密提带个偷偷啥的，直接给他莫甘娜切了。然后就是那个佐伊的话就是你要对位，你要保证你那个球能弹到莫甘娜身上，这个就稍微有点难度了。一般来说都是佐伊和史密奇就是各对一个方向嘛，就是保证你有一个人能打到莫甘娜身上，这是我最常用的吧。但是也不是说100%成功的，也是看你对位和对面的就是水平怎么样吧。然后剩下的几个都属于有偶尔的神吧，就有一定效果，但是基本上很少成功吧。然后说一下这个3星莫甘娜啊，就是属于是走火入魔级别的了。你追那个拉克斯的时候，顺手追一个3星莫甘娜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决赛圈的对手只有1星莫甘娜。然后你莫甘娜给3星装备给了2个启动啥，一个面板啥的，你就能保证你决赛圈的莫甘娜把对手的莫甘娜给烫死。然后拉克斯跟他们进入1v多环节的时候就不会虚。然后大概就这些吧。海克斯推荐啊，这里就需要细讲一下了。你拿炼金转职这里啊，这里需要你开局的装备很对，就是比如说你是开局给个大天使，然后给把大剑这种的话，而且你正好是用炼金来过渡的话，就是炼金，你因为开局要卖血嘛，你炼金正好过渡是比较完美的。卖血之后你3阶段能做出来2件套的时候，然后而且你3杠1要地牌嘛，3杠1地牌正好能把什么史密奇啊、什么任尼啊递出来，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拿个炼金转职就会直接给，就是直接给拉克斯就行了，5人口嘛，那个饮血剑大天使，然后那个炼金转，就需要你至少必须在3阶段能凑出2件套，而且你有炼金过渡的情况，你只要拿这个转职的话，基本500层随便开，属于这种啊，就是比较提上限的一种玩法了。然后冷彩管道这里啊，一定是比光明潘多拉好的。我刷了一些视频说，看弹幕说光明潘多拉这个拿不了啊，根本就，因为拉克斯的光明装备是只要大天使的，冷彩管道是容易出光明重铸器的。光明重铸器的话就升级光明大天使就可以了，但你要潘多拉去变光明大天使基本不现实啊，饮血剑几乎没用啊。所以说还是冷彩管道能好一点吧，而且冷彩管道有可能给你补点钱啥的，还有奥运装备你可以给点副 C 啥的，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说一下4杠2吧，4杠2这里的话，2个月光是肯定不用多说了。然后杀人给钱这个也是比较还可以能用的，如果你实在是缺钱的话就可以拿这个。然后还有这个终身黄铜，终身黄铜拼法后边会细讲。然后海克斯转，这里说一下海克斯这个阵容啊，就是拉克斯你要把它理解成一张单卡，它是嵌到别的阵容里头去。然后由于拉克斯自身吃了3级装备，它嵌到别的阵容里去一定会降低他原来那个阵容的质量，因为拉克斯自己他吃了3件装备嘛，所以是这个意思啊。你如果拿了这个海克斯转的话，由于6海克斯是玩蚂蚱的，玩蚂蚱之后你只需要蚂蚱1套装备和1套前排装备就可以了，这个6海克斯阵容就不会因为拉克斯吃了3件装备而导致他原本的强度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就是这个逻辑啊。但是那个海克斯转不要给拉克斯，海克斯转你正常给，你要是盖伦装备不齐给盖伦，盖伦装备齐了给那谁给铁男就完事儿，就挺好，或者是给什么妖姬啥都可以啊。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统领转嘛，统领转就是用来救急的，就比如说你做不出来大天使，就一个大天使都做不出来，就这种就是很尴尬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开统领，
就是开统领，然后再随便开几个羁绊，然后你去刷个统领转职出来，然后这种能救一下啊，但是效果怎么说呢？还可以吧，反正没那么糟，但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属于这种啊，就是比较救急的海克斯，救急的转职。然后通用里这里头就没啥好说的，这都是大伙都知道的。然后光明重铸器是一定要重铸，一定要那个给大天使，这个饮血剑没用啊，基本上也收益很低，大天使还是比饮血剑强一个档次。终身黄铜的构筑，然后这里终身黄铜是只拿彩的啊，金的不要拿，金的有点得不偿失啊。你彩的黄铜这样的话，你最起码还有两个大盒是能养的，金克斯、杰斯这种。然后这里能构筑出10个羁绊嘛，也算是比较好的一种拼法的。而且这里飞机不要升2星啊，飞机让他直接送我，这飞机升2星容易把拉克斯害死。奥恩神器和辅助装备啊，这里就是一般来说是不拿奥恩锻造器的，主要还是怕城邦法。然后首先说这个那个金丹这个东西慎选吧，只能说这个有时候有用吧。然后鱼骨头一般来说都是给负 C 的，但是如果你拉克斯能补到吸血的话，拿鱼骨头的收益是最高的，属于这种。但是你拉克斯要没有吸血的话，还是给负 C，就绝代圈杀莫甘娜用的。然后剩下那个智慧魔刃和死舞就用来替换饮血剑的。然后说一下这个辅助装备吧，那就只有3个能拿的了，一个是无用大宝石，一个是蓝盾，蓝盾其实都一般，蓝盾都挺差的，说实话。然后那个头盔那个救赎启示之士，就这3个能拿吧。最后说一下锅和铲怎么用吧。铲子一般只能用来和海克斯机械转，这种我铲子一般都是直接敲的，有敲肯定敲的。海克斯机械转反正能用，就是你开六海克斯，然后骂他主 C，然后拉克斯兜底，然后铁男那个就打控制啥的，然后盖伦扛伤害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哨兵锅的话，哨兵转、法师转这种都可以直接合的，但是法师转我一般合的多，哨兵转我合的很少。哨兵转我后边都不开高哨兵的，高哨兵后边强度很低，感觉决战圈基本就很乏力的。法师转最起码你能开个8法出来，还是有点作用的。还有这种那个先知转的话，先知转就是后边给蓝魔用的，就是因为我一直想玩，就一直拿到先知转我就想奔着蓝魔玩，就每次都想。然后但是由于拉克斯这个阵容你经济是全场最高的，应该是没有人经济比你更好的，你应该是最快上9，就是那最快冲9级那搜2星蓝魔的人。所以说这个先知转我感觉我要是我开军有个锅我就直接和先知转就直奔蓝魔去了。然后8先知蓝魔应该是可以无限开大的，无限开大。然后你装备的话就是什么饮血剑啊、帽子啊这种，就是直接往他身上装就行了。什么泰坦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升级的话，最好还是先升那个自毁装置吧，给他加点抗性，让他能活下来就行。然后搏击转这个都是下策了，都属于是你没有饮血剑用来硬替饮血剑的，效果挺一般的感觉。6搏击的话，反正哎呀，反正只有成型质量是倒还行，但是就是感觉就怪怪的，就是。然后大概就这些吧，行吧，告辞，爱你们。